好，下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数控里面的几个功能。好，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巡编。当我们使用电容巡编的时候，第一步我们需要输入板材的实际尺寸。这个如果是我们用的是1米乘2米的板材，那需要把这边尺寸给改了。然后我们想要的流边距离也在这边修改。然后当我们是薄板的时候，我们推荐使用6点巡编，这样我们的巡编精度会更高。第二步呢，我们要设定巡编的一个起始点。我们有2种选择，一个是我们可以设置当前切割头停留的位置作为一个巡编起始点。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证我们切割头下方是有板材可以跟随的，否则这个时候开始巡编有可能就扎头了。或者是我们是可以去单独保存一个巡编起始点。这个时候我们是把切割头移动到机床的某个位置，然后我这里点保存巡编起始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保证每次在巡编之前，在这个巡编起始点的位置底下有板材这样巡编就是安全的。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巡编详细参数的一个设置里面可以设置一个巡编的速度，还有巡编的跟随高度，还有这2个是边缘校正值。这个值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电容巡编用的是电容感应我们巡到的边和实际的边是不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校正这个实际巡到的边的。然后这个齿间间隔主要是为了防止我们巡编的时候巡到齿间上被齿间给干扰所以这个也要按照实际来设置。然后我们这个 PLC 过程呢我们后面跟工艺一起讲会比较合适一点。然后我们这个任务功能主要是用于当我们在加工一大段板材的时候，加工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加工了整张板材要加工4个小时，我加工了2个小时，现在有人要来有一个比较紧急的单子要插进来，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加工过程给停止，然后呢把我们带有断点信息以及图形信息的整个文件可以保存成一个加工任务。0.3然后等到我们把之前要插入的单加工完以后，我再载入这个加工任务，像这个时候就会带有断点信息都会带进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继续之前的加工。然后这边是回原点功能，就是我们机床一般软件打开后第一次都要进行一次回原点。我们回原点里面有几个选项，我们可以进行单轴的回原点X 轴回原点或者 Y 轴回原点。然后我们这边可以进行龙门初始化。龙门初始化主要是用于我们设备在出厂的时候，我们记录两个 Y 轴的 Z 向信号的一个相对位置。然后当我们进行回原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执行龙门同步。然后这个时候我每次回原点我都会比对一下2个双 Y 轴的一个偏差，然后回到初始化时候的位置。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勾选那个调高器先回原点，就是我们回原点过程中我们 Z 轴先回原点，然后也可以勾选电动调校轴也回原点。就因为如果我们有用变焦切割头的话特别是如果是使用第4轴电机控制的，可以先回原点之前我们调校轴也进行一次回原点。然后我们这边我们的光路调试功能呢，主要是用来生成干涉仪的定位程序用来打干涉仪用的。然后我们的BCS 100这个打开来是可以远程
控制我们的调高器。我这边是一个演示版，所以看不到。然后这个 QCW 呢，是当我们使用 QCW 激光器的时候，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些参数的一个设置。我们的误差测定功能呢，主要是用来测定我们的视幅是否调试好了比如说我们绘制一个圆进行一个误差测定，然后我们会把编码器我们采集到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绘制出一个图形来，然后我们跟原图进行比对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视幅XY 轴的刚性是否增益设置是否调试得当。然后我们的龙门误差监控呢主要是用来监控两个双 Y 轴的双曲偏差